近段时间以来，域外势力对华挑衅甚嚣尘上，一向视中国为眼中钉、肉中刺的美国是当之无愧的挑衅主力军。其接连朝着中国的软肋发力，短短5天时间内，军机就曾2度降台。与此同时，美国的盟友们也紧跟而上，从澳大利亚到日本，再到英国。值得注意的是，此前一度让人担心先美一步动武的澳大利亚，最近却没了动静。他们现在如何呢？一句话概括，挑衅中国越弱的国家越惨。国力就是真理，在国与国的争端中，实力就是永远的真理。靠着中国吃饭的澳大利亚不识好歹，偏偏要踏上美战车疯狂挑衅。如今报应来了。据日经新闻最新报道称，澳大利亚近段时间的出口遭受重创。试想一下，一个靠出口经济为主的国家，失去了最大的出口市场后，其境况该有多糟糕呢？而在尝到这一苦果之后，澳大利亚贸易部长紧急向中国求饶，其表示希望通过对话来解决澳大利亚同中国的争端。与此同时，澳大利亚将保持最大的耐心。这样的低姿态与澳大利亚之前的疯狂叫嚣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似乎也在昭告世界，挑衅中国实则是在反杀自己。当然，除了澳大利亚外，美国似乎也向中国发来了求饶信号。经外交部证实，美方提出的希望安排美国常务副国务卿舍曼访华请求已经得到中方应允，其将于7月25号至26号访问天津。在美国疯狂对华挑衅之际，这样的访问请求不得不让人有所联想。相比于访问，这更像是对华释放的友好求饶信号。那么，美澳接连求饶究竟是看清了什么？对此，西美给出了解答，其认为中国将成为新世界秩序主角。不可否认的是，现如今美国的全球霸权正在快速衰退，与之对比明显的是中国正在加速崛起。从世界的经济贸易上来看，以中国为首的贸易伙伴的国家数量是以美国为首的2倍。从这一数据来看，西方媒体分析认为，如果世界被迫要在中美之间抉择的话，将会有许多国家选择站中国。从这一大势来看，中国赢得世界民心已经是事实了。域外挑衅势力想要挑衅中国前，必须认清这一点，否则下场必定十分惨烈。澳大利亚就是前车之鉴。7月21号，美国国务院正式发布消息，其常务副国务卿舍曼将会在7月25号至7月26号正式访问中国。在这2天的时间中，舍曼会就美国对中国行为严重关切的领域与中国展开讨论，同时商讨双方利益一致的地方。注意，这里有2个需要留意的地方：第一，美国对中国严重关切的领域；第二，双方利益一致的地方。第一点很轻易的就能看出来，美国讲的就是台岛；第二点显然就是双方合作了。所以问题来了，一边要和中国合作，却又一边对台表示关切，美国向中国释放了什么信号？最近1周，美国一直在炒作副国务卿要访华的事，中间甚至因为美国国务院公布的行程单上没有中国，还被外界误解为中国拒绝了美国访华的要求，甚至在国际社会上对这件事大肆宣传。但从如今确定访华行程一事来看，这中间的水可深着呢，说不准就是美国自己操控的。特别是之前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对这件事的回应，现在回过头来再看，美国其实有很大的操作空间，不管是和中国沟通访华事宜，还是外媒炒作的中国拒绝沟通。所以美国这一招炒作或许算得上是一举两得。其一，向美国国内要求和中国合作的精英们交代，美国政府是有意和中国交好的，但是中国不同意。其二，给中国抹上不愿意缓和中美关系的黑点，让国际社会误解中国。也就是说，美国这回要求访华，其实对中美关系或许并不是一个积极的信号，因为一边向中国释放积极信号，却又在台岛各种动作不断。就比如闹得沸沸扬扬的美军运输机登台一事，在关岛部署25架 F-22一事，这种种事物都表明了美国其实并没有和谈的意思。而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在访谈中特意把台岛列出来，因为美国不想放手。用一句话来说，美国就是想继续拿捏台岛，一边继续在中国底线上玩火，一边和中国合作缓解国内经济危机，安抚国内精英的情绪。对此不得不说一句，谁的算盘都没有美国打得响。对于这件事，外交部就有言在先，在会谈中，中国将声明对发展中美关系的立场和原则，要求美方停止干涉中国内政，停止损害中国利益。这话的意思也很简单明了，让美国自己选择是要打还是要谈。
如果美国不放手台岛，中美就没什么好谈的。所以有专家就说了，这次美国副国务卿访华其实意义不大。首先，就美国种种动作而言，中美博弈的大环境是很难改变的。舍曼到底就是个副国务卿，不仅有些权力无法做主，还敲定行程晚，又在前面有各种访问任务，种种情形下，这回估计也就是个交流会了。近日，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将启程前往阿拉斯加、新加坡、越南和菲律宾展开访问，将重申在防务领域加强合作。很显然，美国又是来拉帮结派了，而某些国家却把这当成敲诈勒索中国的筹码。自4月开始，越南第4波新冠疫情还在持续蔓延。越南自5月17日起开始批准购买国药计划，并在6月21日接收了第一批50万剂中国援助，7月9日批准购买500万剂国药疫苗。但是近日越南的购买计划突然发生了变化。近日，越共中央流行病学研究院院长邓德英表示，越方希望中国政府向越南无偿捐助500万剂国药疫苗。这发言立即引发中国舆论哗然。中国疫苗生产链供不应求，订单排起长龙的情况下，越南竟然狮子大开口，让中国捐500万剂新冠疫苗。越南选择逼捐，哪来的资金？究其原因，美国、日本都曾陆续捐赠阿斯利康、莫德纳疫苗等。越南拥有众星捧月的错觉，他们认为中国免费捐赠显得顺理成章，而且自疫情开始，越南政府本就有逼捐的习惯。6月，越南就推出总额20万亿越南盾疫苗采购募捐计划，包括三星、日本丰田等许多外企都收到政府电话，希望立即汇款。其实，在这之前，为了满足在越中国公民接种，中国曾援助越南50万剂国药疫苗。根据双方共识，越南政府多次承诺将中国援助疫苗优先用于在越南中国公民，但越南接收后出尔反尔，中国优先接种并不在其疫苗分配计划中。还有在越企业家透露，中国企业要为员工接种，甚至还要以捐款名义向越南卫生部提供一笔款项。一个国家如此耍小聪明，实在令人不齿。即使越南媒体沉迷疫苗外交成功，但也暴露越南已经山穷水尽。迄今为止，虽然菲律宾与各疫苗厂商敲定1.24亿剂疫苗，但到手的只有900万剂。更何况目前这波疫情发展超乎预期，越南被迫启用最严封城令，对其经济必然是巨大打击。中国会救吗？事实上，疫情前越南一直被西方捧为下一个经济奇迹，但这次疫情把越南打回原形。在越南山穷水尽时，中国会救吗？救还是不救，引发分歧。一方面，越南与中国边境接壤多，疫情极易扩散到中国边境，救越南等于救自己。另一方面，中国民间对越南有个白眼狼说法，中国曾大力援助越南，他却把炮口对准中国。农夫与蛇的故事再度上演，休想中国一条河里摔2次。要疫苗就用钱来买，别以为靠着美国就拿到了筹码。自从拜登上台以来，相信大家都能明显的感受到，美国和日本在台海问题上的动作真的是越来越频繁，尤其是在双边和多边等国际场合中，美日也曾多次联手打出台海牌。例如在今年4月，日本首相菅义伟与美国总统拜登会晤之后发表的联合声明，就首度提到了台海问题。此后，诸如强调台海地区的稳定和重要性的措辞就频繁出现在以美国主导的 G7 和美欧等峰会公报中。除此之外，在最近一段时间里，美日的涉台行为就更加猖狂了。首先是日本方面，包括首相菅义伟在内的多位日本高官，在频频发出涉台错误言论之后，日本政府竟然还公然地将台海问题写进了最新版的防卫白皮书中，这无疑是对中国内政的粗暴干涉，也大大加剧了中日关系的紧张程度。美国方面则更是毫无底线的以切香肠的方式来不断试探大陆底线。在短短2个月的时间内，已经有3架美国军机公然降落台岛，摆明了就是要踩着中国的红线跟解放军叫板。对此，中国也是做出了强有力的回击。除了国防部对美军发出严厉警告之外，解放军也在同一时期分别在东海和渤海以及黄海北部相关海域展开了军事演习。另外，我军的攻台主力也聚集闽南某海域，展开了夺岛登陆和昼夜飞行等训练。对此，有军事专家分析称，从解放军演习的动态来看，这是我军在台海周边以半包围的形式展开的海陆空全方位联动演习，足以说明了美日涉台的猖狂行为已经让大陆的忍耐达到了极限。在这种情况下，台海地区爆发战争的风险急剧上升。值得一提的是，尽管解放军这边的警告和军事演习火药味越来越浓，但是台岛那边却是显得异常低调。要知道，在以往美日做出一些挺台举动之后，岛内媒体可是恨不得满世界宣扬台当局和美日之间的合作关系有多么牢固。但是这次对于美军机抵台和日本将台海问题写进防卫白皮书一事，岛内媒体却罕见的全都做了低调处理。针对这一情况，有分析人士认为，
或许是解放军在台海问题上的态度越来越强硬，做出的反击也越来越有火药味，这才让岛内嗅到了危险的气息，让他们不得不进行罕见的降温处理。毕竟中国的战争底线是绝对不能碰的，而岛内的分裂势力也深知，一旦大陆被激怒，采取武力行动，到时候美国和日本都能拍拍屁股走人，最终遭殃还得是他们这些弃子。所以这种降温处理也算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方式了。